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从一个职业牌手转行做德州扑克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好，欢迎收看雷尼扑克，我是老雷。首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是怎么接触到德州扑克这项运动的啊。我记得大概是在2020年的夏天，因为疫情，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在家里开自己的朋友局啊，我记得那会儿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游戏。然后刚开始去的几天是完全不会玩，但是因为那会儿大家也都不太会玩，就还是挺快乐的。后来我也是逐渐喜欢上了德州扑克这个游戏，我就自己去钻研，去怎么学习提升。当时在我们那个朋友局上呢，有一个玩的还挺不错的朋友，告诉我了一个叫做 Pile Solver 的东西。他那会儿也说自己花了几百块钱在自己电脑上装了一个 solver。那会儿的我还不懂这些，然后我也没有去用。当时有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线上扑克这个东西，他当时给我介绍的是 GG Poker。当时疫情的时候，如果能在家打线上，对于那会儿兴趣正浓的我，那简直就是爽翻。我也是通过那会儿打 GG 呢，然后了解到了有 GTO Wizard 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后来我也是购买了 GTO Wizard 的订阅，自己钻研过挺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又去工作了一段日子，然后再返回加拿大的时候这边疫情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去线下玩了一些抽水的私局。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打私局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因为玩的是加币局。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本来是水上，但是到牌局进行到最后，天都快亮的时候，我被人 set over set 直接清坤。在喜欢打扑克的同时呢，我也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所以我也是购买了大概没有10几本，也有7、8本德州扑克方面的书籍。所以 GTO Wizard 和看德州扑克的书籍是我一开始学习德州扑克的方式。后来呢，我也慢慢的接触到了一些其他的平台，比如说线上论坛，像国外比较知名的 Reddit 和 2+2。 同时呢，我也开始消费大量的 YouTube 和其他的视频教学内容，这些呢都是一些我之前经常看的博主感谢他们。在学习的同时呢，我也从没有停止在线下参加私局或者是赌场的现金桌。在22年的时候，我在线下表现得不错，然后当时又没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去。我记得其中一个月有26天我都在打牌，每天晚上打个5到8个小时，感觉跟上班也一样了。那会儿也是刚开始赢钱，所以就是不知疲倦的去打。在线下打了大概1年的时间，我获得了很不错的盈利。在那段时间呢，我也会去打一些线上，比如说 WePoker 的局。那会儿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打牌真的是可以挣钱的。那么怎么最快的提升你打牌的技术呢？我当时觉得是在线上玩极速桌，因为你打的手牌数量会变得很多，然后它可以最快的帮你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已经打了超过100万手牌了。所以说那段时间也是我对德州从喜欢变成热爱，然后以一个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喜欢德州，但是我对赌博没有兴趣。我一直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德州，争取用最科学的方式去掌握那些质量最高的信息。那么是什么推动让我从一个职业牌手变成一个频道 UP 主呢？是当我意识到了德州扑克和它相关内容的局限性的时候。首先，德州扑克是一个零和游戏。打牌的本质是什么？打牌的本质就是一桌子人花1晚上的时间琢磨怎么把对方口袋里的钱搞到自己的口袋里。所以说德州扑克不创造额外的价值，而且呢，你从德州上面学习到的策略是很难被移植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心态管理、情绪控制、自律性、耐心、资金管理、风险管理。这些软技能你说它有价值吗？很有价值，但是它毕竟是软技能这些技能的价值需要你在另外的一个平台上被人知道才能得以体现。所以说我转型做 YouTube 博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创造额外的价值。首先第一个，输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说不管是我自己本身的策略，还是我教你的方式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对我自己的德州水平有一个提升。那另外呢，就是你通过看我的视频提升了自己的技术，或者通过看我的视频，我给你带来了快乐，让你觉得愉悦，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创造社会价值的事情。第三点呢，就是德州扑克的内容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首先，德州扑克在国内还是刚起步的阶段，竞争不足，所以视频的质量也上不来。然后目前你们在国内能看到的德州扑克的视频呢，大多数是搬运国外的内容
然后缺乏自己的创新。另外呢，德州扑克的教学大多数都是片面的，比如说你看完一个视频之后，你作为一个新手，你只能知道我拿着这手牌遇到这个翻牌，这样的转牌和这个合牌，我应该下注这个尺寸。然后遇到一个有经验一点的老手呢，他会去思考双方范围，然后归纳自己的策略。那么这些视频里面没讲的是什么呢？没讲的是高手需要去思考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牌局结构、玩家池特征、单个玩家的特征、后手深度，他也没有讲作为一个职业牌手或者是顶尖扑克玩家需要思考什么。顶级牌手需要思考的就是以上所有的点的同时，他要会中国功夫，就是出其不意，见招拆招。所以你目前能找到的德州内容大概还停留在第一个思维层级，比如说拿到 AK 怎么打，同花连张怎么打，这些比较新手向的内容。德州扑克的最后一点局限性就是德州扑克是一个单人游戏，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和我一样坐落于世界各地，然后德州又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游戏，所以我们的沟通会比较的闭塞，信息交流不畅，高质量的信息又很难去获取。所以如果我创建一个平台把大家聚集起来，那么通过大家思维的碰撞，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提升。所以意识到德州扑克和它的内容目前的局限性，是我想去做德州扑克内容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视频创作吧。为什么要做视频呢？首先，做视频是一个创造性很强的事情，相比德州，做视频给我提供了发挥自己创造力的空间。第二点呢，德州的策略完善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有提升了。比如说你这手牌打了一个100%的 GTO line， 那在 GTO 的视角里你就是完美的。但是做视频不一样，很多知名的 YouTube UP 主都会跟你说没有一个完美的视频，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导演也好，或者是内容创作者也好，你做出来的视频永远都有改善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吸引我，给我提供了持续钻研的动力。第三点呢，就是经过多年的实战和学习，我掌握了大量德州扑克有关的信息，所以我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波输出了。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呢，以为德州扑克这个赛道很小，但是你仔细去看之后会发现，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做。我目前做出来的10几个视频只是冰山一角。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视频创作和德州扑克都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事情。首先呢，视频创作和打德州扑克一样，都可以消磨大量的时间，然后可以让我很快的去进入心流。做视频和打德州的第二个共性呢，就是你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工作。最后一点就是我喜欢打牌，我喜欢教别人打牌，我喜欢做动画，这些都是很好的视频创作的灵感。那么最后一点是为什么选择 YouTube 呢？ YouTube 的特点就是流量够多，和国内的视频平台相比呢，不容易被和谐。虽然 YouTube 最近有一个小风波啊，对和赌博相关的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但是相比国内平台呢，如果我发了一个视频，因为被限流你就看不见了，那我不就等于白发了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杂谈。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呢，麻烦你点赞订阅，然后留言告诉我，我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会争取做更多这个类型的视频。感谢大家收看雷尼扑克，我是老雷，我们下期见。